2、3。而且我转过去，我还要这样，他在那边妈。一般人看到我都会用这样的形容词说我懒惰、不认真，还有邋遢，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我。因为我比较结实，头发比较短。我从小就很多人说我是很像男人婆，可是我只是很热爱运动啊。我们等一下要去做的这个演艺班哦，就是我们模特儿公司要新签的一些模特儿，然后今天是要去考验他们。Yes! Go! So it's always realistic acting. So remember, as much as you want to look very expressive, but it needs to look convincing too. Hello， 你好，我是西西，很高兴认识你。那其实我在新加坡呢，就是一位大尺码艺人。那我会唱歌、主持、演戏，就是做综艺。其实只要是可以赚钱或者是看得到我的地方，我都会去的。可以引导年轻人一代，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只是想要鼓励他们说，不要一直为自己的外貌太在意。只要真的是你觉得你对这一行有兴趣，你要努力，你一努力的话，机会就会变大。林西西7岁时参加安培纳儿童卡拉 OK 歌唱比赛，荣获冠军而出道。升上中学时，她却退出演艺圈。从小学转换到中学的时候，心理的压力就比较大。那个期间，你的身形长得不一样，你就很容易就有让他们有这个印象说你很脏、你很臭、很懒惰、很笨拙，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跟你玩在一起。慢慢的，我就变成很安静、很孤僻，人家取笑我就哭咯，非常的寂寞，非常的感伤。我觉得那段期间。当你被欺负的时候，是因为你被看见，然后你的不一样，哇！你看，大象又走过了，还是什么？那时候的我真的非常想要当一个隐形人。一天，西西在商场看到橱窗海报的模特后，让她对自己的身材有所改观。我好像有看过这个模特儿，是因为她的牙齿门牙中间有一个缝。而是这个不完美让我记得他这号人物，我也是不完美啊。其实可不可能就是我的这个不完美是人家记得我的一个点？你的世界突然间有了色彩，这样真的要懂得先爱自己，懂得先接受自己，才能让别人接受你。说来就来的。2011年，林西西重返荧光幕，再次展现她的表演才华。真的是带货王哎！然后我也是爆笑，因为当时可是我你要换颜色啊！我以为那个红很难maintain，你那个红洗2次就没有了嘞。西西是一个很认真的女艺人，觉得就是她可能成长过程有一些被欺负或被孤立，她长大之后，她对朋友、对机会、对工作会特别的珍惜，跟特别的重视。现在收拾，brown black and black。因为从小就被欺负，然后我会觉得说被欺负的那个感觉我知道，像是全世界都是你被孤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如果我可以走出来的话，为何不也帮助同样经历过那一段时期的朋友们？所以我就觉得想要成为那一把声音，成为他们的力量。这里是公海岸公园，
我会来这边1、2次，1个星期来跑，从15到35公里，一定要训练到我可以跑42公里。我的名字叫朱灵儿，我是3项铁人运动员，我完成过7次世界冠军铁人赛。朱灵娥37岁，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女子铁人3项运动员，也曾经是新加坡铁人3项男子及女子纪录保持者。我小时候很喜欢跑步啊，什么运动之类的都有玩的，就是很男人婆。我小时候很好动，而且我很喜欢挑战自己。我觉得我在做运动会比较自由。Follow her one Go go go! Let's go let's go! Woo! 到了18、19岁，我才觉得我真的爱上了3项铁人。IMA is a sport that I really belong, and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铁人3项包含了游泳、骑车和跑步，总赛事距离共226公里。Go！ 因为我很专心的去训练我的3项铁人，而且我们跑步的时候通常是下午2、3点。短头发真的是比较实际一点，比较容易去处理。我的体型会比较结实，所以会误会我是男孩子。今天因为我的训练会比较短，我就带我的女儿来，给她也是到处跑，她比较喜欢在外面玩。我的安迪啊、安哥啦，通常都会讲，哇，儿很男人婆，我以后找不到男孩子，以后不会嫁出去了这样，我就会觉得很 offended。现在我就有点看开了，因为其实有了孩子，我觉得形象也是不用怎么去管了。现在有的训练的时候，我就会 make sure that it's focused and I really put in the work. So after that， 我就可以专心的陪我女儿了。这个是我的训练房，也是我的 pain cave 啦，就来这边训练。我的脚车啊，还有我的世界冠军的牌，所以我做了7次了。每年在夏威夷科纳举办的铁人3项世界锦标赛，全世界只有顶尖的铁人运动员通过资格赛的积分才有机会参加，而朱灵娥的7面奖牌得来都辛苦。2009年，我第一次 qualify for 的那个 World Championship。3 weeks before 那个比赛之前，我就被车撞，在骑脚车的时候，所以我差一点没有命了。当时，灵娥的左脚大腿骨断裂，长达8个月，无法走动。我就觉得，我想做的东西就去做，你都不懂明天起得来吗？发生意外后，灵娥凭着过人的毅力，不到1年便参加游泳马拉松，最终在2011年，她再次获得参加世锦赛的资格。那场比赛真的是很 tough，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回去再做多一次。我等到3年后，我才 qualify again。我第4次去的时候，我就终于拿到前10名，然后我就很喜欢挑战自己嘛。下一个目标就是前5名，可是因为 COVID 啦，有了女儿。灵娥和苏永涵在2016年结婚。永涵曾经是脚踏车国手，两人因一起锻炼铁人而结下了姻缘。我第一次跟灵儿接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
霸道，有点好练这样啊。但是他以为你跟他熟的话，哇，他讲话讲到不停，很叽喳的哈。就是那个里面是她其实很善良的一个女生，可能也是因为是这样，也是我给她骗了。2022年，夫妻俩迎来第1个孩子。生产过后，我觉得跑步很辛苦那个关节全部都很痛很酸。2023年，灵儿生产后1年半，第7次出征铁人世锦赛，出乎意料的，她取得个人最佳成绩。我一直觉得 human body is amazing, you adapt。我的 physical 没有比以前强，可是我觉得 mentally and pain endurance I can endure better。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是为了就是要拍摄我们的网络综艺节目，叫《怪咖》。我可以再要一下那个 sunscreen。今天听说就是一个 Sports Day 的一个主题，所以我是有小小担心的，我是有害怕我体力会不会不支。打踢足球哎。对，我是坐那粒球嘛。我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觉得说，七七好像不太可以，你知道吗？只要是能够跑、能够动的，他只要能够做得到的，他都尽力的去尝试，从来不会放弃的。我不可以站住起来穿的吗？危险啊！决定 hold 住那个红灯。哎，等一下。身形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不太是重点啦，因为我觉得西西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讲真的是蛮活泼的。蛮灵活也是，我就觉得他表现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稳、非常好的。最后一回合了。OK， 我们现在的这个比数是1比1。对。一整天下来很累，其实我现在一直在冒汗，我头皮都还在冒汗。其实每一次上怪咖、奥咖的时候，都会觉得体力非常非常吃力，不管你的身体体型，还有不管你的年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就是给自己一些借口说我不想做这件事情。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肯去尝试，都会做得到的。西西虽然他是跟别人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他是有那个自信在，我就是这样子，我才特别，我才突出。喝水，我们两个不是撞你，神经飞机。西西不是从很远跑来撞我了，他是黏着我。我真的是很欣赏他，因为信心真的是会让你散发出另外一种味道，而且西西真的是有那种能力。而且他永远脸上带着笑容，我觉得就是他最有魅力的那一面，你知道吗？他的那种个性，给人家看到很多正能量的那种魄力。我的人生就是一个拼图，我每完成一个挑战，我就会放一块拼图上去。我真的想把它完成，就是把它弄得更完整。什么叫完整？直到我到总站为止哦。大家都到了吗？都到了。知道了。今天我来这里是要学肚皮舞的。Hello， 到了，来。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喜欢跳舞，对我而言，成长过程是很多时候我想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做或达到，是因为很多事情我都会想说，我去做，人家会笑我吗？我跟得上进度吗？我就设立了 Bouncy Hippo， 让大家觉得只要你想要跳舞，你想要健身，你想要疏解压力，你想要快乐，你都可以来这里。提，腹肩膀放松，头来提。因为通过阿姨，我才认识 Zina 老师。提。
这位老师，不会就是因为你的长相或者是你比较慢一些，就比较排斥你或歧视你。多一次，5、4、3、2，两个膝盖都朝前，两个膝盖都朝前，走，1、3、4、5、6、1、2、3，看，2、2、3，看，3、5、6、7、8，我也要，他做狮头，你做狮尾。等一下，思伟要举狮头了哦。西西的小姨先学肚皮舞，跳着跳着，把西西也拉进了舞池。我要鼓励他，我去开始学肚皮舞，因为，我要告诉他不要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只要一直支持你，就像以前讲，还是一直支持你。重话在百花。阿姨其实在跟我差13岁吧，她从小就很照顾我这个人。因为其实从小就跟我一起，我从14岁到15岁，我就带着他，我一下课我就去接他，然后每次都会跟阿姨 share 一包鸭饭，我们两个一起吃饭，一起做任何东西。我们两个在那个时候都很喜欢穿同样衣服，同样款式，同样发型，所以我们就开始渐渐的我们的感情很好。不会，只要我们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去跳舞就好。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已经跟妈妈是没有在一起的了，所以是属于单亲家庭。然后阿姨也一直看得到家庭的不完整，让他觉得想要给我更多的爱。他所为我做的东西，我是有看到的。所以每次讲到阿姨，我都会很心酸、很感动，因为其实我觉得阿姨如果没有我，她可以更幸福。我以西西为傲，是因为她可以用她自己的体验、经历去鼓励别人，让别人活得更开心、更精彩，不要活在痛苦。现在去那个 Tanah Merah Coaster 去骑脚车，那边比较少 traffic light， 而且有 bicycle lane 所以比较安全。一次多长时间？我可以到2个钟头到6个钟头嘞。铁人赛我们骑180，大概5个钟头半。一场铁人赛，朱灵娥平均需要16个小时来完成，因此她每个星期需要维持25到30个小时的锻炼强度，以应付每一次的比赛。When I decided to do a full-time, this is not a hobby anymore. I'm not passionate about it. I'm obsessed. 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游泳、大脚车、跑步了。I want to train harder and excel in race, so I'm always giving my 200% during training, and that's a motivation for me to get out there to train every day. 为了协助推广加护基金所举办的环岛慈善骑行募款活动，朱灵娥特地前来参与宣传照的拍摄。我觉得是很 honor， 就 being recognized and then 可以利用我的 followers 来帮他们宣传。It's so nice. Okay, can. I say being a full-time athlete in Singapore 是赚不了钱的。You really need all your family and the people that you love that support you. 那也是一个男朋友还是老公，最重要是要我们可以 support each other 啦。他成功的话就是我成功，我们是一个队嘛。我是没有觉得是哇，老婆不可以比我快，老婆不可以比我好。为什么会来这里？是因为我有一个小型的粉丝见面会，毕竟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想要就是趁机谢谢他们这一路来的支持，
还有我有给他们一个小惊喜哦，今天。谢谢大家今天来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joining me. You wanna take photo with me also can. You wanna take pictures of me also can. 如果大尺码女生来看的话，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买不到适合自己的颈项的那个尺寸，或者是手指的尺寸的一些首饰。所有的女生都可以让自己觉得我值得被爱戴，值得变漂亮。但是我们还是有跟一些朋友拍照。对，我跟西西聊天的时候感觉有点紧张。我跟我老婆其实以前是跟西西一样打字的，那也是没有信心。那自从看了她的影片过后呢，跟她学习很多。其实我们大尺码女生也可以活得非常精彩的，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我们人生仅不过如此而已。We are appreciation。我希望别人认识我之后，都会发现我是个活泼、开朗，还有灵活的小胖子。我希望别人如果真的认识我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其实是蛮轻松的一个人，而且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朋友。现在的人比较开放了，反而很多人就在我的 social media 看了，就觉得我们又可以训练啊，又可以陪女儿啦，又可以带狗出去玩啊。现在我的 motivation 是我的女儿，所以我每做一件事啊，她就会看得到，所以我不会放弃。